女孩突然发现自己的身体里竟出现许多的虫子，甚至虫子还在体内疯狂乱窜。她使劲按压着自己的皮肤，却也无济于事。虫子顺着她的身体爬到了她的脸上。慌乱中，女孩跑进厕所，她只看了一眼镜中的自己，便彻底崩溃，根本不敢再看第二眼，因为再多一眼就会爆炸。故事发生在1995年西班牙一个远离城市的小镇上。这个叫费里亚的小镇民风淳朴，风景宜人，每个小镇上的人都有着一双懂得欣赏美丽的双眼，而这个叫艾娃的美女正是咱们的主角之一。只见她将一盒刚买来的杰士邦递给男友，并相约今晚10点水库边不见不散。夜幕很快降临，艾娃和妹妹索菲亚在告别父母后，便准备一同前往参加这场小镇上所有年轻人都会参加的聚会。只是他们还不知道的是，这次告别几乎成了他们和父母的最后一次相见。篝火晚会上，所有的年轻人都在尽情地狂欢着，但只有妹妹索菲亚对这一切显得有点格格不入。突然，一个小憨憨在点燃爆竹捉弄完他人后，立马朝着树林深处逃去，而索菲亚似乎跟他还挺熟，便随着他一路穿过了树林，来到了另外一处无人的湖畔。男孩兴奋地讲述着刚才那无聊的恶作剧，但索菲亚明显对此不太感兴趣，只是傻傻地问道：“想要和我一起游泳吗？”说完后，索菲亚便自顾自地向着湖中央走去，而意外也即将在此刻发生。只见他似乎在湖底发现了什么，随后一个猛子向着下方扎去。就在要接触到湖底那辆自行车时，突然一股神秘的黑色物质将他包围，索菲亚瞬间便失去知觉，晕了过去。然后在一股奇怪的引力作用下，索菲亚慢慢朝着湖底下沉，直至整个身体扎入土中。但更诡异的是，她整个人竟然又突然从另外一片空间内冒出。当索菲亚还在环顾四周，猜想着这是什么地方时，竟发现前方出现了母亲的身影。等索菲亚从梦中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下午了。难道昨天的事都是一场梦吗？在和姐姐艾娃的聊天中才得知，原来昨晚是奇科将昏迷的自己从水中拉了出来，现在才安然无恙地回到家中。可奇怪的是，已经下午6点了，父母却还没回家，正在姐妹俩准备自己弄点吃的时，这两姐妹被突然闯进来的佛伯勒吓得蜷缩在角落里。此时，一个便衣打扮的女警来到两人面前，让他们放心。随后，艾娃和索菲亚两姐妹便被带到了局里。这个叫费里亚的小镇上，从未像今天这般出现过如此多穿制服的人。很显然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这个叫季连的警官是专门指派来调查此次案件。原来就在昨夜，小镇旁的一个废弃矿坑前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件，整整23具裸尸竟突然出现在了这里。除了他们身体上都有被刻上了一种神秘符文外，唯一的线索就只剩下了当时矿洞口的监控。而通过影像画面发现，当时出现在画面里的总共有26个人，其中就包括了这两姐妹的父母。可除了他们的父亲外，其他所有人在进入矿洞2个小时后，其中24个人齐刷刷地光着身子走了出来，并在出来不久后便表情痛苦地倒在了地上。现在唯一的线索就是找到俩姐妹的父母，才能知道整个案件的真相。可在季连的询问中，两姐妹都表示不曾听说父母有参加过什么宗教，或者听说过他们有什么奇怪的举动。可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在找不到任何线索的情况下，季连只能将这两姐妹安排到附近的一处收容所内暂时安置。而没过多久，一个神秘的男人便出现在外面，一直盯着这个收容所，久久不曾离去。很快夜幕降临，当索菲亚正在独自看着小镇的方向发呆时，那个神秘的男人出现在了她的身后。这个叫哈里的男人匆忙地走上前，告诉索菲亚：“你妈妈没事，去找一个叫曼尼的人就可以见到她。”说完便被赶来的管理者叫回了房间。而第二天，女警官丽莎在勘察案发现场时，突然被眼前这个神秘的矿洞吸引住，便独自一人朝着矿洞深处走去。可当她越走越深时，却是感觉到一阵头晕目眩，时不时的脑海里还会传来阵阵尖锐的怪声。在一阵慌张的四处查看后，脚下一不留神便摔晕了过去。而此时一旁的黑影里，一个女人深夜来到一所教堂内，神父还以为她是来祷告的，可谁知她只是看中了桌上摆放着的一个圣杯。而当神父正准备去跟她上一课时，女人却突然一杯子就将神父砸翻在地，可能一下还不过瘾，随即再次走上前去。第二天，警长在神父妻子的拜托下来到了教堂寻找失踪的丈夫。可当他进入教堂后方时，却发现了那个倒在血泊中的他。这已经是这个叫费里亚的小镇连续发生的第2起命案。但没人知道的是，杀死神父的凶手正是眼前这个名叫丽莎的女人。季连和丽莎都是因为第1起命案的发生被指派到小镇调查真相。而丽莎自从前2天独自进入矿洞探寻晕倒后，回到家中整个人都像中了邪一般浑身发冷。一开始还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但她的脑海里总是能听见一些奇怪的声音。而就在那些声音的控制下，她不知不觉的就犯下了那起命案。在那之后，她除了脑海中有一些片段式的记忆外，全然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事。但事情会就这样被掩盖下去吗？
没过多久，缓过神来的丽莎便回到了工作岗位。可此时，一个宣称在神父被害当晚曾见过凶手的老奶奶正好看见了丽莎，迅速向纪莲指认了起来。起初他还以为老奶奶只是在胡编乱造而已，可回到办公室后，突然发现丽莎有点不对，于是询问起了她的情况。谁知丽莎回复道，可能凶手真的是自己。很快，丽莎便带着纪莲和当地的警官来到了自己的住处，在她的抽屉里果然发现了那个带血的凶器。纪莲满脸疑惑地看着丽莎，便有警员给她戴上手铐，却怎么也想不明白丽莎到底有什么理由会去杀死神父。另外一边，索菲亚为了见到母亲，便在这个雷雨天的傍晚独自来到了小镇上的某个角落。一个叫曼尼的人也早已在此等候她多时，声称只要索菲亚戴上头套跟自己走，便能见到自己的母亲了。于是他便被带到了这个神秘的据点。除了哈里和曼尼外，这里还有着几个神色诡异的人存在。正当索菲亚开口询问母亲的下落时，这个叫艾莲奈的女人对着她解释道：“如果你真的想见到母亲的话，就必须让我帮你打开身体内的5重封印。”此时的索菲亚也意识到自己可能上当了，在准备逃离时，却被这一众人围堵在了角落里。一个有着白化病的女人突然走出，在朝着索菲亚注入了一针不明液体后，她便就此昏睡了过去。而当她再次醒来时，却浑身无力地被艾莲娜抱在了怀中。只见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一种神秘的咒语，随后一只手就朝着索菲亚缓缓伸去，准备为她打开身体的第1重封印。女孩没有感觉到丝毫的疼痛，反而是安静的在女人的怀里缓缓的睡去。在女人说下一句第1重封印已经成功打开后，这个叫索菲亚的女孩则是突然来到了一处梦境，在这里她也终是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母亲。而等她醒来时，便是早已躺回了自己家中的床上。这里本是一个远离城市的幽静小镇，但因为前不久的一起离奇命案，导致了23条人命竟在一夜之间逝去。人们纷纷来到广场上为逝者哀悼。但此时，一个叫艾娃的姑娘缓缓走入人群，所有人看她的眼神也明显有些哀怨。渐渐的，她被人群围在了中央，开始不停指责。幸好她的闺蜜此时挺身而出，将她带离了人群，交到了警官手中，才坐上警车成功的逃离此地。夜晚，小镇上的居民再次围堵在了艾娃和索菲亚这对姐妹家门前。她们原本也只是一对普通的姐妹，只因前不久那起命案中，她们的父母被怀疑为邪教组织的头目，害死了23条人命。如今父母的不知所踪，也最终导致了小镇的居民将怒火牵扯到了他们的身上。第二天，为了尽快找到真相，索菲亚独自一人来到了丛林深处，在视野盲角处与一个女人互换了服装后，由女人负责引开追踪索菲亚的警察，而索菲亚则是趁机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来到了一个早已等候在此的老爷爷处。像往常一样戴上头套后，再次醒来便已经来到了这个神秘组织的据点。通过了解得知，这个组织名为光之教，在小镇里存在已有数百年的历史。索菲亚的母亲本是光之教的圣女，现已开启5道封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想要见到母亲的话，也只能靠着打开5道封印才行。索菲亚在被打开第1道封印时，早已对这些人的话语深信不疑，于是便同意了接替母亲圣女的位置，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启5道封印。而他即将要解开的第2道封印，则是病其亲戚。可要让索菲亚伤害自己的亲姐姐，又怎么能做到呢？于是只好由教众们替他代劳了。夜晚，只见躺在床上的艾莲娜缓缓张开嘴后，一只被誉为光之教圣兽的小家伙从她嘴里钻出，随后便迈着优雅的步伐朝着门外走去，转眼间便出现在了另外一个房间内。而床上躺着的，不正是熟睡中的艾娃吗？正在接受电视台采访的他全然不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说着说着，艾娃突然感觉到了异样，紧接着无数只虫子在他的身体里不停蠕动，而这诡异的一幕只有他自己能看见。慢慢的，伊娃变得呼吸急促，小虫也直接爬到了他的脸上。艾娃被吓得仓皇地跑到厕所，将自己反锁在了其中。可当他照镜子时，虫子却变得越发的张狂，在他全身一个劲的乱窜。无奈之下，他坐到了一旁的马桶上，从旁边拿出一把剪刀，就想要将这些虫子全部挖出来。此时，外面的男友听到动静中是忍不住，一个使劲就撞开了厕所门。只见艾娃满手是血的坐在地上，好在他也只是戳破了自己的大腿。但两人都没注意到的是，一股黑色的神秘物质正悄然聚集在天花板上，久久没有散去。就在1个礼拜之前，艾娃和妹妹索菲亚原本生活在这个普通而又幸福的家庭中，可一切却因为他们出门玩耍的这天，家里突然迎来了2个不速之客。这个长毛和白胡子正是一个邪教组织中的教主和长老，他们此行过来找到艾娃的母亲，是想要她完成5重封印，打开光之门，释放圣主的。原来早在20年前，光之教就已经在这座小镇里盛行，而当时艾娃的母亲名为艾莲娜，受教主父亲的影响下，成为了光之教的圣女。相传，只有当圣女开启了全部5道封印后，才能打开光之门，释放圣主，从而带领教众前往一个永生的世界。这天是艾莲娜打开身体第5道封印的筹备仪式。只见教主父亲双膝跪地，仰头朝天，一只虎头虎脑的魔兽便缓缓从他口中爬出，这是被誉为光之教圣兽的魔物。只见他缓缓走向了一个被他选中的教徒，而这打开第4道封印的方法，则是让圣兽钻入一个处女之身的体内。
在孕育一段时间后成为献给圣主的祭品，最后由圣女吞噬她的血肉，从而破开身体内的全部封印。可不久之后，艾莲娜早已看破了这个邪教的真面目，不愿再做什么光之教的圣女，来到了一处湖边，就准备结束自己的生命。幸好此时一个长发飘飘的男人赶到，看见了这一幕，冲入水中将艾莲娜救了回来。而这个男人也正是日后艾娃和索菲亚的父亲。很快两人便陷入了爱河之中。可光之教那些狂热的信徒们并没有打算放过他。这个小家伙缓缓来到了一个男人面前，在他的脚下呕出了一团黑色的神秘物质后，便缓缓朝着男人的脚上爬去，顺着他的身体遍布全身。被神秘物质侵蚀后的男人突然目露凶光，从身后的角落里揪出了另外一个男人。从男人的言语中不难看出，他们两人原本都是来调查邪教事件的伙伴。可此时这个叫马尔科的男人却像被什么控制了一般，即使是被身下的这个男人不断的用碎石打砸，也丝毫不影响要掐他的意念。最终也是在几下用力后，马尔科身下的男人咽下了那最后一口气，而此时他也才突然恢复本性，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逝去的同伴。另外一边，圣兽又转身再次来到另一个教徒面前，准备献祭女孩的生命，帮助圣女打开最后一道封印。但女孩的父亲最终还是不忍女儿牺牲，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手枪就朝着圣兽怒射。不过无论怎样努力，地上那个小家伙却也安然无恙，反而是一声怒吼下，那团黑色物质再次爬上了这个父亲的身体，控制住了他。在一阵哆嗦后，老父亲砰砰两枪便结果了妻子和自己的生命。一种教徒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四散而逃。此时一直躲在后方看着这一切的艾娃父亲也趁乱冲上前去，带走了倒在地上那个虚弱的圣女艾莲娜。就在所有人都走光了后，矿洞外只剩下了艾莲娜夫妇和马尔科三人未曾离去。他们远远凝望着对面的矿洞，顿时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于是艾莲娜再次回到了矿洞内，找到父亲，还以为他是回来继续完成未完成的仪式，结果身后却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直接一块大石头砸来，将这个教主父亲砸晕了过去。而转眼间，男人便利用自己矿石勘探专家的专业，将这个教主浑身捆满炸弹绑在了矿洞之内。在仓皇的跑出矿洞后，只见三人盯着前方，在一声巨响下终是结束了这一切。可这一切真的能就这样结束吗？2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副教主长毛再次召集了一众教徒找到艾莲娜，以他2个女儿的性命相要挟，胁迫他继续完成那第5道封印，打开光之门释放圣主。艾莲娜无奈之下只好再次回到矿洞内的圣殿。可在仪式的最后一刻时，他却有了他自己的想法。只见他缓缓朝着光之门内部走去，来到了另外一个奇异空间内，随后从空间的内部永远将自己锁在了里面。只是让艾莲娜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女儿竟然成为了这个光之教下一任圣女的选择。索菲亚被选择成为了光之教的下一任圣女，正在祭司的帮助下准备迎来自己体内第3重封印的解开。而这名为舍弃肉体的解封仪式，则是需要她将自己的身体无私的奉献给他人。在略过一段满天星的动作戏后，索菲亚再次回到了小镇里。她第一时间来到了自己的发小家，这个从小一起玩到大的男孩是她在这个小镇里唯一的朋友。而索菲亚需要完成的第4道封印，则是舍弃友情。她向发小讲述了自己在光之教里发生的所有事，只要他愿意与自己结合，将2人之间的友情变为另一种关系，索菲亚则算是完成了这第4道封印的开启。可谁料这个发小也是个憨直之人，即使在面对索菲亚这种美女的时候都坐怀不乱，并坚定地告诉索菲亚自己从小就一直爱着她，虽然想和她进一步发生关系，但内心坚定的意志告诉自己绝不能是通过这种方式。无奈索菲亚见怎么都无法说服这头巨人，便气冲冲地离开，准备另想办法。只是他不知道的是，他那光之教的教众早就替他想好了后招。深夜里，当男孩放下手中把玩的手办准备睡觉时，光之教的圣兽突然出现在了这里。没过多久，一股黑色的神秘物质便侵入到了男孩的脖颈处。只见他鬼使神差般的拿起了桌上的一把手枪，将里面填满了子弹后，便带上一个头套自顾自的出门去了。当男孩来到教堂前的广场上时，一众不怕死的小年轻还想着调戏一下他，可无奈手枪一出，所有人都被吓得四散而逃，只有迪克牛仔被留在了原地。但男孩并没有真想对他怎么样，反而是突然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下颚。转眼间，索菲亚突然从光之教的神秘据点醒来。只见一众教徒正围着索菲亚的周边不停地安抚，而索菲亚在收到刚才看到的画面时，他们只是劝说到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都不是真实的。可索菲亚依旧无法放下自己的发小，决定要亲自回到小镇探个究竟。可当他来到医院看见了发小的父亲时，才知道原来这梦里的一切都是真的。这个活蹦乱跳的发小下午还好好的，结果晚上就这样躺在了重症监护室中。索菲亚从此刻开始也终于怀疑起了光之教的所作所为到底是不是对的。只见光之圣兽以同样的方式从这个叫艾莲奈的女人嘴里钻出，然后缓缓走向那个早在20年前就选定好的祭品。当圣兽一口咬下时，满嘴血肉的居然变成了索菲亚。至此，索菲亚的全部封印已经解开，剩下的就是进行最后一场仪式，打开光之门释放圣主。而此时，祭莲警官的调查也终于有了眉目。他和自己的新助手来到教堂时，竟发现一面一直以来被遮挡的墙上
有着一幅诡异的画面。壁画上的那个巨人小腹处，赫然便刻着一道和前不久那起23人集体死亡案中所有尸体上都有的相同符文。通过了解，也终于得知了这是一个光之教的组织。但可怕的是，这幅壁画在这里已经有至少20年了。于是警方立马将调查着重到与这个光之教相关的方向，很快便有了发现。这天，在索菲亚一如往常的来到据点时，他们的车辆不知不觉就被警方跟踪了。随着支援部队赶到，在季连的一声令下，数十名手持武器的部队迅速冲入据点，1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将所有人控制了起来。艾莲娜和一众教徒都被带回了局里开始了谈问。季连也终于从艾莲娜口中得知了他们的目的以及那场23人命案的真相。但诡异的是，这场命案的凶手竟然是一个不存在的人，所有人竟然都是因为上一任圣女的背叛而受到了圣主的惩罚。无奈之下，季连也只能将所有人关押起来，等待着法律的审判。可就在索菲亚被安排在家里休养时，那只光之教圣兽竟悄然地来到了她的房间。夜晚，索菲亚出现在了熟睡中的艾娃身边，只见一只手突然扯住了她的头发，竟然是索菲亚准备对姐姐艾娃下手。可索菲亚此时脑海内明显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在最后一刻，理智还是战胜了邪恶。她突然放开了艾娃，慢慢走开，随后当着艾娃的面一刀划入了自己的小腹，痛苦地倒在了血泊之中。惊慌失措的伊娃缓缓上前查看着妹妹的情况时，竟发现一个诡异的小怪兽出现在了那里。怪兽在冲着艾娃喊叫了几声后，仓皇地逃离了这里。夜晚寂静的街道里突然出现了一只蠢萌的小家伙，可走着走着似乎有些精疲力竭，紧接着在几声低沉的呻吟中，背上的光泡破裂，整个身子慢慢的化为了一滩黑色的粘稠物消失不见。但一切却并没有结束，只见地上这滩黑色的神秘物质竟开始朝着四面八方涌去，有的渗进了下水道，有的爬上了居民墙，渐渐的蔓延到了整个小镇。第二天，索菲亚在剖开小腹后就被送往了医院了。圣兽被从她身体里剥离之后，也好像是恢复了神智，在姐姐艾娃的照料下休养着。可当她出门打水时，竟在走廊中突然看见了自己失踪已久的父亲，于是便欣喜地朝着父亲相拥而去。艾娃迫不及待地想要将近来发生的诡异事件告诉父亲，可谁知父亲此时却突然暴怒，一把就掐住了艾娃的脖子。更诡异的是，周围的人竟然都无视着这一切。而此时，哈利突然出现在了房间内，他告诉索菲亚，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向他们靠近。随着紧张的气氛蔓延，病房的大门竟伴随着诡异的光线被缓缓推开。索菲亚为了不再次被光之教带走，竟打算从窗口跳下结束生命。哈利看到这一幕，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了一瓶药剂，在索菲亚即将坠楼时，从后方一把抓住了她。病房外的艾娃此时也突然清醒过来，刚才的一切就好像没有发生过一般。等他意识到索菲亚时，冲进病房却发现她不见了踪影，于是立马跑出医院，恰好碰到了赶来探望索菲亚的季连警官。在两人一番沟通下，立马就猜到索菲亚可能被带到圣殿去了。此时的索菲亚被那最后一个隐藏在小镇里的光之教教徒带到了他们的圣殿。只见光之教的另一头，圣兽陆灵缓缓从光之门内走出，这个教徒还在虔诚地膜拜着圣兽，可下一秒却直接被他给吸干了生命。从他身体里流出的血液缓缓朝着光之门汇聚，只见一堵原本是石墙的墙面竟开始变得柔软了起来，散发出了阵阵的亮光。陆灵丝毫没有估计索菲亚的存在，只是自顾自地朝着光之门内走去。随后在索菲亚绝望地准备自我了断时，门内突然出现了母亲的身影。在母亲的召唤下，索菲亚渐渐放下了枪，起身就朝着母亲的方向走去。而就在她触及到光之门的那一瞬间，